在江西德安的一片静谧土地下，隐藏着一座沉睡千年的古墓。当考古人员小心翼翼地揭开这座古墓的神秘面纱时，一股来自遥远宋代的气息扑面而来。而其中最令人震惊的，当属那具历经700多年岁月侵蚀却依然不腐的少妇肉身，她看起来宛如经历了一场漫长的沉睡。那她究竟是谁呢？为何能在时光的洪流中保持如此奇异的不腐状态？墓中的陪葬品更是有着说不出的古怪，比如开裆裤、素罗带、粽子等等，这些看似寻常却又处处透着诡异的物件背后，究竟隐藏着怎样的丧葬习俗与神秘寓意？本期视频眼见古今将带您一同揭开江西德安县一座神秘的宋代古墓。工地惊现神秘古墓。1988年9月的江西德安县，秋风刚刚拂过大地，空气中还弥漫着一丝燥热。德安县羽绒服厂为了扩大生产规模，正紧锣密鼓地在桃源山筹备扩建工程。施工队的小伙子们干劲十足，一铲子一铲子地掘着土，希望工程能早日完工。突然，哐当一声，一根钢条像是触碰到了什么硬物，迸发出一串火星。工人们纷纷围拢过来，七手八脚地扒开土层，一块巨大的青黑色石板映入眼帘。这石板古朴厚重，上面雕刻着的纹路神秘而又复杂，仿佛在诉说着久远的故事。有人好奇地用手敲了敲，沉闷的声响在空气中回荡，下面不会是个古墓吧？人群中不知是谁小声嘀咕了一句，瞬间现场炸开了锅。消息迅速传开，当地文物部门得知后，立刻组织了一支专业的考古队赶赴现场。考古队员们怀揣着激动与期待，小心翼翼地清理着石板周围的泥土。随着挖掘的深入，一座完整的古墓逐渐呈现在众人面前。从外表简单的来判断，这具棺椁极为的古朴，而且上面似乎还有许多的纹饰，看来墓主身份是绝对的不简单。奇怪的是，周围并没有太多显眼的陪葬品，这让古墓愈发显得神秘莫测。不过，棺椁的完整性给了考古队员们极大的鼓舞，大家意识到，这很可能是一座未经盗扰的古墓，说不定藏着惊天的秘密。午夜开棺，悬念骤起。为了确保文物的安全，考古队决定将棺椁整体运回博物馆，在环境可控的室内进行开棺。经过一番精心筹备，开棺的时刻终于来临。然而，让人意想不到的是，考古队特意选择了午夜这个时间点。午夜的博物馆内，灯光昏黄摇曳，窗外夜色如墨，万籁俱寂，只有考古队员们轻微的呼吸声和脚步声。为何要选在如此诡异的时刻呢？其实，这背后有着科学的考量。在上世纪80年代，考古技术和文物保护手段还相对有限，曾经就有因开棺环境不当，导致文物在接触空气与日光后迅速腐朽坍塌的惨痛教训。而午夜时分，紫外线最弱，温度、湿度相对稳定，能最大程度减少对文物的损伤。虽然看似有些吓人，实则是对文物保护的谨慎之举。当巨大的棺盖缓缓开启，一股陈旧却又神秘的气息扑面而来。最先呈现在大家眼前的就是志盖和志明。很幸运的是，墓主的身份有线索了，就是德安南宋周氏。墓主就是一个来自南宋的女子周氏。墓志铭中还刻着了153个字，稍后经专家们解读出来，就能了解墓主人的故事了。那么下一步就是开棺了。棺木是极具分量的朱红楠木，而且从棺内情况分析，确实防腐工作很是细致，棺椁和棺木缝隙间都撒满了石灰。而开启棺木的那一刻，工作人员再度被惊呆了。映入眼帘的是一幅覆盖在墓主人身上的卷制彩绘星宿图。星宿图以深蓝色的绢布为底，用金线和彩线勾勒出星宿的轮廓，银河则用银色的丝线描绘，宛如一条璀璨的天河横跨天际。图中的星宿位置准确无误，
与宋代天文学著作中的记载高度吻合，可见绘制者必定是一位精通天文的高手。这幅图长约2米，宽60厘米，在昏暗的灯光下，依然能清晰地看到上面用细腻的笔触勾勒出的弯曲银河，星辰闪烁其间，仿佛将浩瀚星空浓缩于此。此时的考古专家们非常兴奋，因为宋元时代是中国星宿研究的高峰时期，这幅星宿图色彩艳丽，画工精细，是不可多得的艺术珍品。如此规格的星宿图在考古史上都极为罕见，众人不禁发出阵阵惊叹。它究竟有何寓意？是墓主人对宇宙苍穹的向往，还是有着特殊的宗教文化含义？这无疑给古墓增添了一抹神秘的色彩。不符女尸，惊人细节。随着星宿图被轻轻掀开，大家却发现石棺里头大量的积水，整个棺内被酱褐色的液体浸没。此时专家们估计，想必墓主应该是被泡得腐烂的，无法鉴定了吧。但事实却恰恰相反，只见一具女尸静静地躺在棺内，她面容安详，五官端正，眉毛、头发、牙齿、指甲竟然都完好无损，肌肤虽透着青黑色，却依然紧致。考古队员轻轻触碰她的四肢，关节竟然还能微微转动，肌肤也保有一定弹性，这哪里像是一具历经700年岁月的尸体，简直让人难以置信。他仿佛只是陷入了一场沉睡，随时可能苏醒过来，仿佛时间在他身上凝固了。他为何能在地下沉睡700年而肉身不腐？这瞬间成了萦绕在众人心中最大的谜团，也拉开了这场探秘之旅的序幕。在考古史上，能保存如此完好的古尸屈指可数，长沙马王堆的辛追夫人便是其中著名的一例。而这具女尸与之相比，同样毫不逊色。在震惊过后，专家们开始仔细观察周氏的装扮和陪葬品。只见周氏身穿一身黄褐色罗衣，贴身胸口围着金褐色罗佩绶，宛如一位盛装出行的贵妇，头戴金冠，金冠上的纹饰精美繁复。她的右手还紧紧握着一根桃花枝，那枝条上竟缀着2个粽子。这2个粽子外形与我们如今端午时节所吃的粽子极为相似，皆是菱形，长6厘米，宽3厘米，如孩童的拳头般大小，以天然芦苇叶为外皮，麻线精心捆扎，历经700年时光，依然保持着大致的形状，堪称奇迹。右边靠棺壁处有彩绘团扇一把，左手边放着一个黄褐色罗绣牡丹荷包，里面还装有纸钱和一条提花手帕。这奇特的组合让人百思不得其解。黄褐色罗衣里面还穿着一件质地精良的内衣，柔软贴肤，罗衣上的纹理细腻精美，彰显着宋代高超的纺织技艺。而他的下身穿着一条黄褐色罗裤，令人惊讶的是，这竟是一条开裆罗裤。在宋代，女性的服饰既有着严格的礼仪规范，又在细节处展现出时代特色。开裆裤在当时并非随意穿着，一般是贵族女性在特定场合或为了方便行动才会选用。裤子的裆部敞开，与我们印象中成人的穿着大相径庭。在它下身还系着3条素罗带，这便是古代女性来月事时用的卫生带。带子由2层褐色素罗制成，长50厘米，宽16厘米，周围有细长的带子用于固定，带长30厘米，宽2厘米，上面还有凝结的血迹。再看女士的脚部，专家们发现她竟然缠足了，双脚裹着浅黄色罗脚带，穿素罗袜，鞋子做工考究，黄褐色素罗弓鞋面绣着精致的花纹，鞋底磨损均匀，仿佛见证了她生前的行走足迹。虽然说中国史料记载女性缠足始于北宋后期，兴起于南宋，但过往的考古中确实是没有发现宋代女性裹足的，唯有在明清墓葬中发现过裹足的现象，而宋代女性裹足，周氏墓无疑是开创了先河。而她手中的桃枝依旧比较鲜活，仿佛刚刚折下一般。在古代文化中，桃木被视为辟邪驱鬼的圣物，
这根桃枝出现在周氏的墓中，究竟有着怎样的寓意？是为了守护他的亡魂，使其免受邪祟侵扰，还是有着更为神秘的象征意义呢？桃在古人的精神世界中具有极高的神性，被视为神树，如《真异传》鬼诞为东南桃之耳。古人们深信桃木能驱散阴间的恶鬼邪祟，让逝者的灵魂得以安宁，所以让周氏手握桃枝，无疑是家人期望他在前往另一个世界的途中免受恶鬼侵扰，一路顺遂。至于那2个粽子，专家们推测周氏去世时恰逢端午前夕，或许他生前对粽子情有独钟，家人为了缅怀他，特意将这2个粽子放入棺中，让他在另一个世界也能品尝到喜爱的美食。又或许在那个传统的节日氛围里，粽子成为了寄托哀思的最佳载体，承载着家人对他深深的思念与不舍。这一对粽子距出土时已有715年，是目前世界上考古发现最古老的粽子食物，为研究两宋时期的饮食文化提供了珍贵无比的第一手资料。从墓主的穿着打扮来看，这位周氏妇人非富即贵，她身着的丝绸服饰质地精良，绣工精美，显然不是一般老百姓能穿得起的。那么她究竟是谁呢？她的家族又有着怎样的故事？南宋贵妇身世之谜。随着考古工作的逐步推进，墓主人的身份也逐渐明晰。在棺椁之上盖压着2块青石志盖和志铭，那墓志盖上阴刻楷书有宋安人周氏之墓，这几个大字如同一把钥匙，打开了通往周氏过往的大门。随后153个字的墓志铭更是将一位南宋贵妇的生平娓娓道来。周氏原来是南宋新台平州通判吴丑的妻子，被朝廷告封为安人。安人是宋朝时期对女子的封号，也就是说，这个墓主人周氏其实是受到过朝廷告封的贵妇。从墓志铭的记载来看，周氏出身可谓显赫，她的父亲周应赫曾任宋朝的御史大人，而她的丈夫则是新台平州通判吴丑，祖上是西汉长沙王吴瑞的后人。周氏出生于1240年，28年华就嫁给吴丑，成为续弦。她的丈夫吴丑身为新台平州通判，官居6品，在当地也是有头有脸的人物。能嫁入这样的家族，周氏的起点可谓不低。婚后，周氏相夫教子，与丈夫举案齐眉，还为他育有1子1女，尽享天伦之乐。然而命运却对周氏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。在他34岁那年，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降临，让他的生命戛然而止。墓志铭中并未明确记载他的死因，或许是出于某种忌讳，又或许是家人不愿过多提及这伤心之事。从周氏的墓葬规制以及丰富的陪葬品来看，也处处彰显着他的不凡身份。那具巨大的楠木红色漆木棺材，选材精良，制作工艺精湛，绝非普通人家所能拥有。周氏墓中的陪葬品琳琅满目，宛如一座小型的宋代文化宝库。棺内出土的408件随葬器物，以服饰和丝织品居多，其中包括袍、裙、裤、鞋等在内的丝绸服饰200余件。这些丝织品大多保存完好，质地结实，手感细腻。织物的品种包含罗、旗、绫、绢、纱等多种，纹饰多为大小提花和折枝花卉，花朵绽放，栩栩如生。也有少量的印花和彩绘图案，每一件都在诉说着宋代纺织业的高超技艺，也暗示着周氏生前的奢华生活。周氏所穿的衣衫多采用易剪法的工艺，裁剪得体，贴合身形，显示出宋代服饰的精致与考究。除了衣物，还有21件梳妆用品，其中一个银制的小盒子引起了专家们的注意。小盒子呈圆形，直径约10厘米，表面以云雷纹装饰，在众多的文物中显得别具一格。专家们发现，这件小盒子密闭得很好，打开一看，里面装着细腻的白色粉末，经化验，
这竟是有毒的白铅粉，或许就是墓主人的妆容粉，为我们揭开了古人美白的秘密。此外，墓中还出土了胭脂水粉，一个宋朝的化妆银粉盒，盒子里有丝棉粉扑和小铜勺，最珍贵的是里面还装着不少白色的粉状物质，这可是真正的古法美容秘方。据说一家上海的化妆品企业想花钱购买这盒蜜粉作为研究之用，可是被德安当地政府拒绝了。这些梳妆用品让我们得以一窥宋代女性精致的妆容文化。在众多陪葬品中，金银器也熠熠生辉。周氏头上的金丝彩冠便是一件巧夺天工的艺术品，彩冠上镶嵌着宝石、珍珠、金丝编织成复杂精美的花纹，在灯光下闪烁着耀眼的光芒，尽显尊贵。还有各种金银首饰，如钗、簪、耳环等，样式繁多，工艺精湛。有的钗头雕刻着精美的花朵，花瓣娇嫩欲滴；有的簪子上镶嵌着温润的玉石，散发着柔和的光泽。这些金银器不仅是装饰品，更是宋代金银工艺的杰出代表，反映了当时高超的制作水平。瓷器虽数量不多，但件件精品。有几件青花瓷瓶，瓶身绘制着淡雅的山水图案，山峦起伏，云雾缭绕，笔触细腻，意境深远，展现了宋代文人画的韵味。还有一些白瓷碗、碟，质地洁白细腻，釉色温润如玉，造型简约大方，体现了宋代瓷器追求自然质朴的审美风格。这些瓷器与丝织品、金银器相互映衬，共同诉说着墓主人生前的奢华生活，也为我们展现了宋代繁荣昌盛的物质文化风貌。话说回来，周氏如此年轻，又有着优渥的生活条件，究竟为何会突然离世？是疾病的侵袭，还是遭遇了什么意外呢？难产死亡的悲剧。随着对周氏女尸的深入研究，一些令人揪心的细节逐渐浮出水面，将她的死因指向了难产。周氏的尸身腰部系着3条带血的卫生带，那暗红色的血迹凝结其上，仿佛在诉说着她生前的痛苦与挣扎。在她身旁还整齐地摆放着积小捆草纸，这在古代或许是用于产后清洁的用品。更为惊人的是，她的身下铺垫着整整14层被子，层层叠叠，厚重而又透着一股悲凉。这些被子大部分已经被鲜血浸透，呈现出暗褐色，尤其是臀部下方的几层，血迹更是浓稠，触目惊心。轻轻翻开被子，周氏的臀部有一大片血迹已经干涸，呈现出诡异的暗红色，而她的子宫竟然已经脱落，外露在体外。这一幕实在让人痛心不已。在古代，生育对于女性而言，无疑是一道鬼门关。没有现代先进的医疗技术，没有剖腹产等救命手段，产妇只能依靠接生婆的经验和自身的运气。怀孕时，各种孕期疾病便可能悄然来袭，孕期反应严重的孕妇食不下咽，夜不能寐，身体极度虚弱。生产时胎位不正、大出血等问题更是致命威胁。产妇往往要在撕心裂肺的疼痛中煎熬数个时辰，甚至数天，身边的人除了干着急，能做的实在有限。周氏在生育时，想必也是经历了这样一场炼狱般的折磨。她或许在待产的日子里，就已经被孕期的种种不适折磨得身心俱疲。生产时胎位突发异常，接生婆们手忙脚乱，想尽办法却依旧无力回天，最终只能眼睁睁看着她大出血，生命一点点流逝。家人在悲痛之余，为她准备了如此丰厚的陪葬，或许也是希望能给她在另一个世界些许慰藉，弥补这尘世的遗憾。周氏墓的出土，为我们展现了一幅宋代丧葬习俗的生动画面，也让我们得以窥探当时社会的厚葬之风。在宋代，人们对丧葬极为重视，认为这是对逝者最后的敬意，也是家族荣誉的体现。周氏作为官宦人家的女子，她的葬礼自然是隆重而奢华的。从墓葬的规格来看，这座砖石墓虽然不算规模宏大，但建造的十分坚固，
石椁的选材、器筑工艺都相当精湛，可见家人在墓葬的修建上花费了不少心思。棺木选用的是珍贵的楠木，质地坚硬，纹理美观，具有良好的防腐性能。陪葬品的丰富程度更是令人啧舌。丰厚的陪葬既是家人对周氏的深切怀念，也是为了让他在另一个世界能够继续享受荣华富贵，反映了宋代厚葬之风盛行的社会现象。在宋代，厚葬不仅是一种家族行为，还受到社会舆论和文化传统的影响。人们普遍认为，为逝者提供丰厚的陪葬品，能够保佑家族繁荣昌盛，子孙后代平安顺遂。不腐之谜，周氏尸身历经数百年而不腐，这无疑是这座古墓中最为神秘的现象之一。究竟是什么原因让他的身体能够抵抗岁月的侵蚀呢？是古墓独特的构造和封闭性，使得空气和水分难以进入，从而创造了一个相对稳定的保存环境？还是在入葬时使用了特殊的防腐处理方法，比如某种神秘的草药或者香料？又或者是周氏本身的体质特殊，在机缘巧合之下形成了这种罕见的不腐现象？这些问题一直萦绕在考古学家们的心头，他们不断地进行着各种研究和分析，试图从古墓的地质环境、陪葬品的成分以及周氏的身体状况等多个方面寻找答案。经过专家研究，周氏女尸之所以能历经数百年不腐，棺材的密封与选材起到了关键作用。这口棺材采用了珍贵的楠木，楠木本身质地坚硬，耐腐蚀，抗虫蛀，为尸体保存提供了天然的屏障。而且棺材的制作工艺极为精湛，棺口与棺盖以子母槽衔接，外以束腰形木榫契合，严丝合缝，最大限度地隔绝了空气。棺内四壁涂抹的松香，以及棺木粘麻布加油漆密封的处理方式，进一步阻止了外界湿气、细菌的侵入。再加上棺内放置的灯柱草、石灰等吸水防腐性物质，为人为的防腐创造了有利条件。甚至有人推测，人死后可能向周氏嘴内灌了水银，这对尸体不腐极为重要，或许这也是他牙齿都能保存完好的原因之一。据墓志记载，周氏是咸淳甲戌4月病死在江州（今九江）谢苑，9月才移送德安下葬，中间历经梅雨天和炎热夏季，在收敛时显然已充分考虑了尸体腐烂因素，多重防腐手段并用，才造就了这一奇迹。江西德安周氏墓的出土宛如一把钥匙，打开了通往南宋社会的一扇窗，让我们得以穿越时空的迷雾，触摸到南宋时期那段鲜活而真实的历史。周氏这位沉睡了1000年的贵妇，她的不腐尸身、神秘陪葬品以及背后隐藏的故事，宛如一部部无字天书，默默地诉说着往昔的繁华与哀愁。它让我们看到了古人对生命的尊重与对死亡的敬畏，即使在1000年之后，那份深情依旧熠熠生辉。周氏的家人在他离世后，不惜耗费巨资为他举办盛大的葬礼，准备丰厚的陪葬品，希望他在另一个世界能够继续享受荣华富贵。这份对亲人的眷恋与不舍，跨越了时空的界限，深深触动着我们的心灵。如今，周氏墓中出土的文物大多静静地陈列在德安县博物馆的展柜中，接受着世人的瞻仰与赞叹。它们不再是沉睡于地下的陪葬品，而是成为了连接古今的桥梁，让我们得以与历史对话，与古人交流。每一件文物背后都蕴含着一个故事，一段历史，它们承载着中华民族的记忆与智慧。江西德安周氏墓的探秘之旅虽然暂时告一段落，但它留给我们的思考与回味却永远不会结束。如果你有机会去到德安，你最想看到的那一件文物呢？相信在未来的日子里，还会有更多的考古发现等待着我们，让我们继续追寻古人的足迹，探寻历史的真相，感受中华民族博大精深的文化底蕴。本期视频就讲完了，非常感谢能看到这里的观众。如果您对视频有疑问，
欢迎在评论区互动，喜欢的观众也别忘了点赞关注。眼见古今，与您下期再见。